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虚拟视穿的模型啊，叫做 Lefa 啊，也是最近刚出的。这个东西翻译过来叫做注意力学习流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传统的虚拟视穿里边呢，我们会在衣服的扭曲啊、姿势的转移方面呢，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它不够精准。这个论文的研究者认为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不够细致，所以说呢，他就专门研究了一种这个更加精准的注意力的机制。那他把它叫做 Lefa， 大致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这个样子。那细节呢我们就不用去细说了啊。那目前呢这个技术做了很多的更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最近的这个更新里边，就是12月18号，那么他把 Lefa 呢给它放到了 Config当中，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展啊来使用 Lefa。这个里边安装其实比较简单的啊，工作流也比较简单，当然你要用起来可能稍微的有些问题啊，因为要下载很多的模型，这个模型并且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库自带的啊，而是我们这个节点需要很多的模型，所以说待会儿我会改写一下这个工作流。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它的安装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 repo 给它克隆下来啊，然后呢我们用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 啊，把这个依赖的包给它装上。那我们下载的这个模型呢，主要有这样两个，分别会用在我们两个节点里边。这个文件夹里边啊，主要是一些 JSON 的配置文件，所以说呢并没有模型在里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下载啊。大家打开这个模型的库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开 Files and Version。那我们下载的模型呢，分别是这个虚拟视穿和虚拟视穿 DC 的这个，另外就是这个文件夹里边所有的内容。你点开之后呢，它其实呢主要是有 Scheduler、Unet 和 VE， 而每个里边其实只有一个配置文件啊，就 config.json。所以说总体的模型大小呢，大概就是14个 G 啊。然后安装好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Config 和 Models 里边呢新建一个文件夹啊，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你可以叫 Lefa。然后呢，这是这两个模型。然后这是3个配置文件和它所在的文件夹，这个一定不要写错了名字啊。我建议大家手动下载就可以了，不要克隆，因为你克隆的话呢，可能需要克隆整个仓库，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在 Custom Node 里边把这个 Lefa 给它克隆下来，然后用 pip 把对应的这个程序给它装上就可以了啊。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它基础的工作流。基础的工作流很简单，就是这个图片，你把它拽到你的 Config 里边就可以啊。拽过来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这里边用到了很多的这个扩展，都是 Layer Style 的啊，包括它去放大啊，它去这个把相应的遮罩提取出来，然后去 Gross Mask， 这个都是 Layer Style 里边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图片，分别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模特啊，我们上传一个，比方这个样子。第二个呢就是衣服的这个图片啊，那在这儿我们同样也给它上传一个，比方这个。对啊，如果你现在跑这个工作流呢，这个节点基本上是跑不过去的，因为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遮罩的自动产生器，你可以将 face 啊、hair、height 啊、sunglass 啊，很多的都能够单独的把它给分割出来。但是它需要很多的模型，这个模型的话，你要是自己想用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想用这个节点的话，你就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我们可以打开 Layer Style， 它的官方的节点是这个。你打开它之后，你注意这里边有很多的节点啊，还有什么中文说明，当然你可以点这个中文说明啊。我们往下走啊，你要注意就是这个 Download Model Files， 如果你是中国用户的话，可以在百度云盘上下载啊，或者是抱抱脸上下载都可以。那你点开抱抱脸，你注意啊，在 Config 里边需要的模型都在这个里头，很多啊，而且有很多是重复的啊，比方说我们的 YOLO 啊，包括 Segment。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节点太臃肿啊，我就没有去用它啊。那可能直接跑的话就会出问题啊，我们给大家试一下。好，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提示模型不存在。那如果你把那些模型都下载下来啊，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需求来下这个模型啊。总体上来讲，我还是觉得它太臃肿啊。然后再往后边呢，其实是在 Gross Mask， 它这儿是50个。
当然你可以根据情况来定啊，主要是根据你的分辨率来定，主要是这2个节点，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这个 PEP 的一个生成器，这儿呢就是我们加载一个 HD 的 Leffa 模型，另外呢就是这个换装的一个执行节点啊，这里边呢有点像采样的过程，有种子，有步数，还有我们的 CFG， 它这是 2.5 啊，所以说这个流程其实很简单。那你想让它跑出去的话呢，我们下边呢把它替换掉。替换之前呢，大家注意一下啊，它其实都要什么东西呢？就是左臂、右臂，然后还有这个上衣，你明确它需要手臂，这个很重要。因为呢，你换的装可能它是个长袖的，你换到它身上必须把胳膊包含进来才可以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直接换掉就行。那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segment 模型把它换掉，比方我们用 segment anything， 我把需要的模型呢给它下载下来。大家注意啊，这儿一定要选择 GPU， 要不然呢会出现这个设备的分配的错误啊。这个模型呢就是它，我们放到这儿就行。那你可以考虑用一个节点把所有的都给它取出来啊。现在呢我们换的是上衣嘛，所以说你需要的其实是这个的上衣和它的胳膊啊。那下边呢我们尝试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禁掉，要不然它采样花费的时间很长。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mask 给它 preview 一下。下边就是提示词写什么，那比方说你可以写 T-shirt， 就是这个 T 恤衫，然后呢我们再写一个 arms。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遮罩对不对？看一下大体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这个 Growth Mask 你可以用它的，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无所谓啊。那我们下边可以把这个 Mask 给它连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放开。它这用到了一个叫 Dense Pose，Pose 有很多种啊，我们常用的叫 Open Pose，TW Open Pose， 其实 Dense Pose 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它会用类似于分割的这种形式，将人体的各个部分呢给它分割出来。我们跑一下看效果啊，大家注意啊，在采样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这个结果是吧？你可以看后台，后台有这个进度啊，这儿会有这个进度啊，简单了解一下。然后这就是我们换装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棒啊！我们把细节的部分呢全部给它换出来了，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换装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是很挑图片的啊，就是你现在用这个图片没有问题，这个图片现在很干净啊，是一个白底的，而且是一个人物的多半身照，所以说呢分辨率也足够。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让整个的换装呢变得更加的漂亮，对吧？你看一下啊，都非常的棒。那比方我现在换一个啊，我生成了很多的模特，我们先看这个，这个也是个 T 恤衫啊。然后呢，我们在跑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先把它禁掉，你要先看你的 segment anything。跑出来是不是对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明显不大对，是吧 ？T-shirt arms 这个都没有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分别来啊。我们先来看 T-shirt， 这是对的，是吧？然后我们再看 arms， 我把它 Ctrl 加 C， 然后 Ctrl Shift 加 V 啊，拿过来，然后我把这个换成 arms。你注意啊，是复数啊，别写 arm 的话可能你就是一条。然后呢，我们把它也给 preview 一下。两个胳膊就有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给它什么呀？给它联合起来啊。所以说呢，我们会用一个 mask add， 两个相加啊，这个加这个是我们最终的这个 mask。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它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呢，我们把它再连回去，然后呢，我们执行，大家看效果，你看一下啊。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对吧？也不能说有问题啊，可能这个裙子跟这个上衣有点一样，是吧？我们换一个啊，这个衣服啊，大家看一下，这儿有采样的进度啊，20步采样，大家看一下，这个也还可以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地方，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如果是这个精度的，那你会发现啊，它的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刚才的那个啊，就是半身的，它的分辨率足够啊，所以说你换装起来呢，效果就会非常的棒。那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工作流来做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换装之后的效果啊，还是先验货。大家看同样一个服装，这是我用新的工作流换出来的效果，很明显这个要精致很多，对吧？也要清楚很多，这儿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看这个。
这个，哎，都非常的棒啊，我们大体浏览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体的质量都很高？你注意啊，我是故意来生成这种全身照啊，然后让它进行换装。如果仅限于那种多半身的，如果你分辨率够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们就说它一个通用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真正的这个换装的工作流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先来建一个空的工作流啊，这是它默认的工作流，我们现在把它删掉。首先呢，我们先来上传一张图片，这个呢我们上传一个模特的全身照。我们挑一个啊，比方这个。然后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你注意啊，是我要把换装区域给它抠出来。也就是说，我不是对整个图片进行操作啊，我只对要换装的这个区域进行操作。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像素点更加充分啊。如果你这个图片很大，然后你要在上面去换装啊，这个很麻烦。那所以说呢，你首先规划好你换的装是什么哦。我们现在要换一个 T 恤上去，对吧？或者是换一个上衣。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集中在上衣这个部分啊。这儿呢，我们当然还是用 Segment Anything，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用过了，是吧？这儿呢，我们需要有这个 Same Model， 这儿同样选择 Prefer GPU，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Grounding 的一个模型。我们还是分两段啊，我们还是说 T-shirt， 那我们先来看它能不能正常的给它捕获出来，然后同样把它拷贝粘贴一个。那第二个当然是 arms， 这个我们也把它预览一下。好，下边呢我们来执行一下，大家看效果，图片没连上啊，把图片连上，看一下啊，现在没有问题，对吧？完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模型的给它联合起来，这个跟我们刚才的思路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这儿用的是 mask add。下边关键来了，就是说我现在得到这个 mask， 那作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找到我要换装的主要区域。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主要换装的主要是在上衣和这个手臂啊，当然我说的是我现在啊。如果你换的是全身，那你就不能是我现在这个思路了，对吧？那你就需要把这个上衣呢，可能要加上这个裙子的部分，对吧？或者你就干脆全身换就行啊。然后呢，我们下边需要用到 Mask Bounding Box， 是找到这个 Mask 的外边框啊，把这个图片也给它连上。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mask， 它紧切着它做一个矩形框是一个什么样的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定的余量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需要给到一个 padding 值，你可以给到50或者100都行，这是50啊，100可能更大，这是100，刚才是50，这个呢我就用50啊。然后下边我要做的是将它进行放大 megapixel， 然后呢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图片。预览之前我们先看它的大小啊，它大小现在只有517×693啊，所以说这个像素点是不太够的啊。那我们放大之后呢，它就变成了859×1221，也就是100万级像素啊，就是长乘宽是一个100万级像素的一个图片，这个比较符合我们任何的这个大模型 SDXL 也好 Flux 啊去操作。然后呢我们存一下它啊，这个呢我同样叫 render image。你注意啊，我现在还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我还会把它进行一个去背的操作。为什么？你要注意啊，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拿到的这个图片可能会有背景的这个元素啊，就是会有其他人。其他人在我们使用这个 dense pose 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这样我们待会儿来讲啊，我们先这样走下去，容易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这个里边的遮罩继续给它拷贝出来。你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你就是直接用这两个，然后进行缩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重新给它获取一下遮罩。这个我重新获取啊，所以说呢，我这用 get 方法啊，把我刚才拿到的这个给它取出来。然后同样是这两个节点 Ctrl C Ctrl Shift V 啊，然后呢往下拽，只是这个图片要换掉。那同样我们也会用到它，完全一样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呢我们来预览一下，看有问题没有。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有了。也就是说我手用不用去掉，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啊，这个无所谓。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是我们要，真正的这个使用的绘制的图片和帧照是这个，而不是原来这个啊，而且它是放大之后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前期工作要做的一个事情。下边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transpose，同样我们将这个直接给它连过来。下边你要注意啊，就是它的 resolution 是什么，这个一定要给的准啊，你要是给的不合适呢，那个出来的效果可能不好。一般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去获得它的大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 get image size， 这个节点很多啊，你看用哪个？假如说我们用这个。然后呢，可以将宽和高里边的最小值给它取过来。你注意啊，现在我这个竖版嘛，当然就是高是最小的啊，所以说我将高来作为这个分辨率。然后呢，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大家看一下，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的啊。这个分辨率不合适呢，它分割出来可能这个色块呢是不均匀的，这个可能会有问题啊。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过程啊。刚才那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对这个 mask 进行处理啊。mask 的话呢，我们需要给它 gross 一下。gross mask 你要注意啊，就是在这中间呢可能会有就是窟窿啊，就是有黑点儿。这个还好，是因为这个上面是比较清楚的啊。如果它中间有黑点的话呢，你需要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啊。补的方式当然你可以采用扩展这个 mask。这儿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啊 ，Gross Mask and Blur 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给它连到这儿，扩展多少啊？不用太多啊，我觉得它50，我觉得有点过了啊，就20就可以。然后呢，一定要选上哪个呢？就是选上这个 Fill Holes 啊，就是把这个洞呢给它补上啊。然后我们可以 Preview 一下 Mask， 接着往后挪吧。大家看一下啊，它就把洞补上来，而且做一些扩展啊，这样的话呢，它的 input 能力呢就会比较高。好，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真正要绘制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把上面给它编个组。这个待会儿可能我们需要去存一些必要的这个变量啊，需要什么我们再存，因为我们现在提前规划其实也规划不出来啊。下边呢就是 Leffa 的各个节点 ，Leffa 的节点呢主要就是2个，一个是 run。一个是 load， 先把它们俩连上啊。这个参数基本上按这个走就可以。下边 model 是这模特的图片，你注意模特图片其实是这个啊，也就是我们的 render image。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把它拷贝过来。然后是 clothes 衣服，这个你上传一个，这个我们就用这个吧。下边 pose 就是它呢我们就需要存一下，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可以用 set node。这个呢，我们就叫 pose engine， 这儿存了之后，那这儿就可以取了。mask 就是它，所以说呢，我们下边也可以给它来一个 close mask， 存一下，这儿取一下 close mask。那其实这个换装呢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 preview 一下。为了清楚呢，我现在把它 fix 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换装的质量就非常的高啊，这儿有一些问题是吧？可能没把手给干掉啊，这儿它有点多了是吧？我们暂时先这样，你可以自己修复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整个的细节啊，服装的这个细节，包括文字的部分，我们都可以非常好的给它取出来。那完了之后呢，其实是要把它给粘回去啊，就粘到这个原图片上。所以说你这个粘回去的时候啊，我们先要缩回去，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要存一些基本的这个参数，就是 width 和 height， 这个就是你抬出来啊，它是多宽多高。这儿我们叫 crop W、crop H、crop X、crop Y 啊，这4个都需要存一下。所以说呢，我们会用 set node， 先存宽高吧，需要什么存什么啊。这个呢，我们叫做 crop H。然后 X 和 Y 都多了个 T 啊，多吧。然后呢，我们先做一个缩放 image size， 当然要缩放它。然后 width 和 height 呢，我们必须是按照刚才那个来缩放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样
，prop W 跟它连上，别连错了啊。H 啊，这样，用的方法呢，我用这个吧。那这个时候这个图片就和原来的图片一样大了啊，然后再把它粘回去就可以。粘回去呢，我们用的是 Image Composite 这个啊。目标图片是我们的这张图片，所以说这张图片呢是需要存一下的那我们直接在这儿存一下吧。Set 这个呢我就叫 init image 就是原始的图片，我们 get 一下。目标是它，原是谁？原当然是它。然后 xy 这个是和我们存的那个 bounding box 的 xy 是关联的啊，所以说这儿是 x， 然后这儿是 y， 下边呢我们可以连上，这是 x， 这个是 y 啊，看效果。你看一下，除了这儿有一点瑕疵之外，别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棒的，比你直接换的那个效果要好很多。这个地方要消除呢有2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呢，你可以在这儿把手给它干掉。就是我现在不要手，如果你不要手的话，这个是符合我们整个常理的，就是这儿其实是没有手的啊，那么它换装的时候呢，在手这个地方影响就比较小，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在这儿把这个稍微的降低啊，比方我们到10，因为其实用不了那么多啊，如果你那个分辨率够的话，大家注意啊，这儿有问题啊。我这儿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分辨率不是那个高啊，是那个宽，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准。待会儿我们可以重跑一遍啊。这个分辨率比较重要啊，如果你那个不对的话是不合适的。你看一下这个手现在就可以了，当然它需要修复是吧？所有的这种重绘的手基本上都需要修复啊。你注意啊，我现在把这个换成宽之后，你注意这个地方，它就很顺了，对吧？所以说这儿的这个 resolution 很重要啊。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好很多了，对吧？下边我们说一下问题有什么啊？我们换一张图片，大家看一下啊。这样我们先试试其他的这个服装吧。我们试试这个，我只能是上衣啊。这个服装特别有意思，你注意它是一个就是上身比较短的啊，其实是一个露脐装，能看出来这个比例其实不合适，对吧？它能够把它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啊。对啊，这个露脐装的效果是能够展示出来的，而且换装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你注意细节，非常像啊。注意这个文字的部分和这个服装上，是吧？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下边呢，我们换一张图片啊，换个模特，假如我们换这个吧，换这个啊。那我们重新跑一下这个流程。那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这时候你分割的这个点呢就不太合适了，是吧？就不对啊。主要是上衣的这个部分，上衣的 T 恤上呢给到 0.3.0， 在这儿呢它就分割不出来，这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注意啊，在这儿你拿到的这个姿势呢其实也不准啊，尤其是边上这些人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调整这么几个地方为了防止它采样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给它禁掉，先把这儿调整一下。注意啊，这儿呢我们可以调成 0.45 或者 0.4， 那这儿就对了，是吧？这是上衣手臂，然后到这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姿势基本上对啊，但是这儿还是有影响的。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背景上有很多人，因为我做的是一个美女在 T 台上走秀，但总得有人看啊，所以说 T 台后边会坐着很多人，那这些人呢就会影响你这个 Dance Pose 的一个检测和生成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建议大家啊，先去一下背景，是这张图片，那我们先给它去一下背景，挺准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存一下，我们也用 set 吧给它存一下啊。这个我们叫做 RMBJ。 对啊，真正生成这个姿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原图片去生成，而是用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去背的这个啊，顺便找一个盖方法，然后我们连到这个 Dance Pose Estimator 啊，就是这个 Dance Pose 的这个评估器啊，或者叫做预处理器。好，下边呢我们再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对吧？好，我们让它跑一遍。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要好很多，对吧？这个衣服的特点也是啊，非常好的就呈现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完美换装的一个工作流啊。这个相对于我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个 Flux 的完美换装，不太一样啊。怎么说呀？这个各有优缺点嘛，是吧？这个毕竟是这个专门训练的模型啊，细节保持上可能会更好一些，尤其是特别涉及到这种文字啊、图案啊，这个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啊。而那个 Flux 那换装的话呢，可能精细程度达不到这么高啊。你会发现，这个它基本上文字都能完整保持出来，是吧？我们试一下刚才那个，看这个啊。出来这个文字基本上都能够完整的给它弄出来啊，那个 Redux 那个应该文字够呛啊，除非你在提示词里边写的很清楚。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啊，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